Hello， 大家好，小豆来了。参加过几次户外露营分享讲座，最常被讨论到的问题呢，就是户外取水的问题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户外的水源及取水方法。我虚脱了。今天要说的呢，不是露营地的用水，营地有自来水或过滤水供应，没有任何的困难。主要谈的呢是野营这一类的无人管理的地方。问题来了，在一个荒山野岭的地方，好渴啊！这个时候，你看到左前方有流动的溪流，右前方有静止的湖泊、池塘。你选择的是？肯定是看起来清澈干净的河水溪流。错，因为流动的水里面的生菌含量比较高，只有在静止的情况之下，水才会自我净化，所以池塘水会更适合取用哦。当然，没得选择的话，河流、溪流还是可以技巧运用的，但千万别直接捞上来直饮哦。有一次呢，我到云南的泸沽湖去玩，这呢就是传说中女儿国他们喝的湖水。然后我一看到就哇哦，清澈见底，又是高海拔的湖水，然后呢我就这样拿起来这样眯了一小口，有一点甜。喝完之后呢，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啊。到了晚上，大家都很开心的在那边围着篝火跳舞唱歌。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，肚子超级不舒服，虚脱了。因为水源的源头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动物的尸体或者是排泄物，所以不可以随便乱喝啊。取水技巧，首先是距水源1.5米到2米的距离挖洞。洞的深度要低于水源的水平面，让水慢慢渗透过来，透过地层的泥土砂石做基本过滤。刚开始水会带着细微的泥土产生混浊，先用容器将其取出倒掉。5到6回后，水会越来越清澈，直到观察觉得可以的时候停止动作。静止使其沉淀，最后慢慢沉起表面的水就可以运用啦。沉淀后好清澈呀！像清洗器具、蔬果都可以。饮用的话，还是要煮开消毒杀菌才安全哦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是登山徒步或山上野营，遇到的山泉或岩壁渗出来的泉水，可以不用渗水过滤。因为大自然环境已经帮你做了这个动作。幸运的话呢，还会遇到有人已经做了集水设施的山泉水呢。OK， 取水用水大概就是这样。可是感觉有点麻烦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有的，你可以准备一个滤水器，种类呢有很多，比如像之前介绍过的抽水模式或迷你的挤压模式等等。今天带来西边的是一个露营会更方便用水的吊挂式滤水袋，也能兼顾挤压式滤水。用仪器测试一下水质。溪水里的杂质非常多，肉眼观看清澈见底，但还是要经过滤水才能安心使用。先将溪水装满滤水袋，然后找一处岩壁或树枝挂上，利用重力引流经主滤芯。另有初滤 PP 棉袋，
可以对主滤芯提供额外保护，延长寿命。还有活性炭吸附包，能减少异味，增进饮水口感。再透过软管出水到容器，软管上有一个夹口，可固定在杯子边缘。还有一个活动调节阀，类似水龙头的作用，可以止水放水。有了这样便利的滤水工具，露营活动随时方便得到净水。3000升大容量，即便水源到营地有一段距离，也不用频繁来回奔走。哈哈，净水有了，还有这么漂亮的风景，弄点什么来享受吧。今天带来了瑞典军锅组，很喜欢这种紧密却又丝滑开盖的优雅操作感。工具齐全，开煮了。这个军用的酒精炉头可以改装成蓝火。固定好提把，倒入过滤好的吸流水。拿出油木餐刀组，加热，很适合在溪边吃的茶叶蛋。底下同时烧一锅开水。以前学生参加活动时，经常煮牛肉泡面，再加上这个牛肉罐头，肉比面多。简单幸福的美味是美好的记忆。然后再来一杯牛仔咖啡。溪水牛肉面搭茶叶蛋，再跟溪水牛仔咖啡，真是完美的组合。如果喜欢今天介绍的吊挂式滤水袋的话，可以看说明栏。那么就先介绍到这里，继续享用美食去啦。本期影片拍摄于新店统后溪谷，特别感谢录影小小兵协助拍摄。Action! Action! Action! Go!
Quack